快1个月了，终于又回到家，回到我的菜园了。这些菜还是我走之前种下的，今天过来看看都长成什么样了。这一小片呢是今年早些时候种下的第一批蚕豆，现在已经有10多厘米了。这边的天气呢还是时冷时热，前2天还有霜冻的时候，过一阵子应该还有倒春寒，所以这些菜生长的速度也不是特别的快。后边的这一片是去年越冬的菠菜，有一些已经天气太热长老了开花了。在后边这3排直到菜园的尽头，这一整片都是去年越冬种植的大蒜。现在天气暖和了，雨水也慢慢多起来了，这些大蒜都开始发力生长了，很快就可以开始吃蒜苗了。我一般在种蒜的时候种的都是相对比较稀疏的，这样的话春天的时候可以间隔着拔下一些来吃蒜苗，后边的就留着抽蒜苔，最后收大蒜了。再往后边走呢，我其实还有种的更密的蒜苗，这些蒜苗就是直接来吃青蒜苔的了，后边就不留着它生长大蒜了。来近距离的看一下，这种只用来吃青蒜苗的大蒜种植的密度是有多高呀？这样的话可以节省不少的空间。再往后边呢，这些开着很漂亮的小黄花的都是去年越冬的白菜，春天的时候我们已经吃了很多的白菜的花苔了。这边呢还有一大片，本来要是一直在家里的话，这些应该还是能被吃掉不少的。看着飞来飞去的小蜜蜂都在忙着采花粉采蜜呢。这些大蒜还有白菜花中间的地还都是空着的，当时是打算用来种豌豆还有荷兰豆的，现在还没有收拾出来。这边的这一片地呢，现在长得还比较矮的是松花菜呀、牛心甘蓝呀，还有一些小青菜。这中间看看是密植的播撒的小青菜，中间还有一些蚕豆。这些苗呢就是松花菜的菜苗。后边呢还有一些4、9菜心，天气也是时冷时热的，都已经开花抽苔了。这种呢是牛心甘蓝，长的样子在苗期的时候和松花菜之类的都差不太多，不过叶子要圆一些，更胖一些。再往后边走走看，这一片趴在地上的是白菜。这些白菜呢还是天气太冷了，都趴着长着。原本我这一片是盖了无纺布的，但因为前一阵子呢风太大，把无纺布也给吹开了，当时压的不是太严，后边可能没有那么冷了，所以也懒得再把无纺布盖回去了。别看现在白菜长得比较小，都趴在地上，等过一阵儿天气真的暖起来了，那马上就能长高了。后边的这一些呢是原生菜，这些原生菜这片的土壤稍微的有点板结了，等一下还得给它稍微的松土，松土透气之后呢，应该是能长得快一些。后边还有好多的这种原生菜，看起来长得特别小，其实并不是真的它长得慢，而是因为之前被兔子给啃过一次，这都是又重新发出来的。兔子呀实在是太可恶了，特别爱吃这些生菜呀、莴笋、油麦菜之类的。这菜园里边只要有个小缝，它们就会钻进来，然后找自己喜欢的菜就给吃掉了。红菜苔呢，在这一批菜里边长得相对来说还是不错的。往后边来一些，这一片也是长得整整齐齐的，长得个头也都是不小的。当时的散叶生菜就只种下了3棵，其中有2棵呢，看起来明显是被兔子给啃过的。叶子都没有多少了。后边的这些4、9菜心整体长得不是特别好，抽苔了，开花了，比较细弱。今年种下的这一批菜呢，种的是比较早，而且时间也比较紧张，后来也没有把滴灌给弄起来，没有滴灌，生长速度还是要受到很大影响的。另外就是冷热交替，温差太大了，热的时候要把无纺布揭开，冷的时候要盖上无纺布，可是我的无纺布又被风给吹跑了，所以今年早春种下的这些蔬菜呢，只能再耐心的稍微等待一下了，后边天气真正暖和起来，它们才能发力生长。这边长得比较大一些的菜，左手边是我们才刚刚移栽进来的第2批的耐寒蔬菜，这一批呢也是有牛心甘蓝，也是有松花菜之类的。看看这些是刚刚移栽没几天的大白菜。再往前这些黑黑紫紫的，这种是紫色的白菜，远处看呢都有点看不太清楚。后边这3排呢是密植移栽的油麦菜，等这些油麦菜稍微的长大一点，我们就可以开始慢慢的见苗来吃了。后边趴在地上还没怎么缓过苗来的是新移栽过来的莴笋，是那种紫叶的莴笋。看看这种植的间距还是要比油麦菜大了不少的。其实油麦菜如果要是想吃大颗的话，也可以像莴笋一样种植的间隔稍微的大一点，比如说可以种15厘米或者是20厘米。我的这些莴笋呢，留了大概是有30厘米的间距，这样的话它就有足够的空间可以往大了生长了。
看右手边这一片郁郁葱葱的，是去年秋天的时候种的覆盖作物，里边有羽衣甘蓝，有冬小麦，有冬豌豆，还有各种各样的其他的菜和草。这些覆盖作物呢，长得可是真快呀！我离开之前还是矮矮的，现在都已经长这么高了，都已经快到膝盖了。再看看远处，一直到尽头全都是这些覆盖作物。然后覆盖作物的旁边，我们是种下了新的一批的果树。这去年秋天种下的樱桃树都已经开始发芽了，后边的这些呢，就全都是今年春天才刚刚种下的小的果树了。这些树呢，都还是3月初的时候种下的，现在也都开始冒芽点了。像这棵樱桃树呢，当时是因为运输的时间有点太长了，收到之后打开包裹，里边就已经发出芽了。当时还担心会不会被冻死，结果发现呢，这些小树即便是发了芽，它还是挺筋动的，居然没有被冻坏。好像周围外侧有一些叶子还是被冻了一下，但整体上还是不受影响。外边围的这种西红柿笼子也是当时没有时间了，怕鹿给我啃掉，所以就先暂时的给保护一下。这又是一棵新的樱桃树，今年是一下子又种了4棵樱桃树。这后边还有3棵新种的果树，其中1棵是蜜罐枣，后边2棵呢是冰糖枣还有冬枣。这些枣树都还没有发芽，枣树的发芽时间还是比较晚的。我去年春天种下的那些枣树，到现在也还没有动静呢。左手边的覆盖作物还有小树，中间的这一片空地，我是打算用来后边5月初的时候移栽瓜苗的，可能种一些西瓜，再种一些甜瓜在这一片地上吧。然后右手边呢是早春的时候种下的第2批的蚕豆，是当成蚕豆覆盖作物来种的。现在基本上也都发出小苗来了。近距离的看一下，这是目前蚕豆长的大小，大概有5、6片、6、7片叶子的样子。这一片地呢，一共是种了6排，等到后边长高长大之后，看起来就比较壮观了。等将来开了花，挂了蚕豆，那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丰收景象了。有朋友可能会问，种这么多蚕豆到最后怎么处理呀？也吃不了。其实我这些蚕豆呢，主要还是当覆盖作物来种的，就是为了养地，而且把这片土地给它覆盖住。否则的话，我也没有太多别的好打理的菜可以种。另外呢，就是蚕豆它结了豆荚之后，我们可以把豆子剥出来，然后给它冷冻起来。这样的话，你整个冬天或者是到第2年还能吃到特别新鲜的冻的蚕豆。其实像这些豆类呢，你让它一直生长，等它长干了，把它当成谷物来储存起来也是可以的。不过我通常都不那么做，因为这样生长周期实在是太长了。这些土地呢，我后边还会有其他的用途，比如说秋天种一些秋玉米之类的。所以对我来说，蚕豆比较有性价比的储存方式，还是摘下那些新鲜饱满的豆子，把它冷冻起来，到时候来吃会更好。蚕豆右手边的这一大片地呢，已经被我收拾出来给覆盖上了。这些地呢，如果秋天我有时间的话，可以给它揭开，到时候耕一下，种一些豆子啊、豆类，或者是种一些玉米。如果后边要是没有时间呢，或者也没有什么太多东西想种的话，那就一直给它盖着，到明年的春天了。这片地呢，前2年一直都是荒着的，经常关注我们频道的朋友可能还记得这一片当时长满了杂草的样子。我们是想着今年无论如何也要给它清理出来，然后秋天或者是明年春天怎么样也给它利用上。目前的大菜园呢，就是现在这样一个状况了，菜还不是很多，后边还有好多的活要干。这边的小菜园呢，也是没怎么抽出时间来收拾，主要还是去年越冬的菜，还有今年早春的时候种的一点点菜。像这个是早春的时候种下的蚕豆，还有萝卜。这个菜床原本是种羽衣甘蓝的，看这些都是去年自己打的种子掉在里边，然后春天的时候又自己长出来的，长得还是挺不错的。这边的这一片越冬的菠菜呢，也得抓紧时间给采收了，过一阵子又该抽台开花了。这边还有这些越冬的芥菜，也已经长得很高很大了。这些芥菜在早春很早的时候就可以采下来来收来吃了。这边上这些开黄花的是雪里红，这些雪里红呢比普通的芥菜更耐寒，但是不耐热，天气一热的话很快就开花了。
我这一片已经都拔下来喂鸡了，这还剩了几颗，也都没法要了。这边菜床里边的韭菜我们已经割过了好几茬了，看看这是前一阵子割下来，现在又长出来的。前几天霜冻，上面的叶子已经有一点点被冻干了。像这些刚刚长出来的也是，上面有明显的被冻过的痕迹。这边的这一片空缺的位置是刚刚割下来的，我们割了一些韭菜，用来包韭菜鸡蛋馅的饺子。等会儿包好了就回去吃了。这些韭菜其实原本长得要比现在看到的好很多的，但是因为前2天的霜冻，没有及时的给它用无纺布盖住，所以上边都给冻干了，看起来呢就不是特别好了。这些得给它割掉，割掉之后再重新长起来的，那就更好了。其实无纺布呢就在旁边，随手给它盖住就好了，就不会有上边冻伤的痕迹了。但是当时是看了天气预报，没有觉得会有那么冷，也就疏忽了。这边种在菜床里面的大蒜，要比刚刚看到的种在菜园大地里面呢长得好了不少，粗壮了很多。这些也是去年入冬前种下的，上边覆盖了稻草。这菜床里边的土都是比较好的，肥力比较高。另外就是冬天特别冷的时候，都是盖着无纺布的，所以整体生长的效果要比那些露天大地种植的还是好了不少的。我是在这些比较好的位置种了我比较喜欢的2个好的蒜种，一个是格鲁吉亚火，另外的这一个是音乐大蒜，这都是我要保留下来的比较喜欢的品种。像我们菜园里边，因为种的菜比较多，所以每年都会野生出来很多的菜，这些就是野生出来的香菜，现在长得还是不错的，足够提供我们春天吃香菜的量了。还有像这种大的鸽巢茴香，看看这些都是去年干掉的，现在又从根部的地方重新长出来了，长得也是相当的不错。这种到后边能长特别高特别大的一大颗，看看这就是它去年干掉的整颗的枝子。这种鸽巢的大茴香能长得特别高大。这一片是薄荷，去年的枯枝都还没有来得及给它收掉，下边的嫩芽就又已经生长出来了。还有这一盆的茭白也都开始发芽了，这些实在是太密了，需要给它分根分出来一些，但是一直也没有抽出时间来。这边的这一大片地呢，还没有完全收拾出来，像这架子中间的草还需要给它除掉。这边已经基本收拾过一遍的，我就将来打算种黄瓜呀、豇豆啊之类的，能让它爬旁边的架子。这一大片的草呢，还得再收拾收拾，还要花不少的时间。这些是蓝莓，都已经开始要开花了。这是另外一棵，这上面还是有不少的花骨朵的。蓝莓后边的这些无花果，当时冬天的时候给它保护的叶子还有无纺布，等下还得给它收拾出来。现在后边天气暖和了，已经不太需要这些了。然后再看看上边冻死的部分，可以给它剪掉，下边还活着的就留下来让它发芽。这后边呢，今年春天的时候，我又新种了一棵叫波姬红的无花果，这种呢应该是个头会长得特别大，也是比较有名的品种。这棵以前种的大杏树，杏花基本上都已经落了，一般杏开花是比较早的，所以早早的就都落下来了。看这枝头上边呢，还是有一些花的，已经落掉的那些花，我不知道最后能不能做出果。一般这种杏树因为开花实在是太早了，老是遇到倒春寒。前几年呢，基本上都被倒春寒的时候给冻死了。今年看看能不能留下一些吧。不过现在树上已经留下的这些花，后边倒春寒几率应该不是特别大了，有可能还是能留下一些结果的。这是另外的一棵杏树，上面的花已经完全没有了，全都落光了。看这枝头，现在还能看到一点点的这种落过的花的痕迹。我仔细看了一下这些开过的花，看起来是被冻了，我感觉这又坐不住果了。这棵是蟠桃，树上面还有一点点的花。这蟠桃开花也是相对来说比较早的，大部分都已经落下来了。后边的这2棵水蜜桃呢，开花是比较晚的，现在上面的花还属于盛开的状况。这种开花稍微晚一点的桃树，在我这地区呢是更安全，因为这个时候倒春寒的几率已经不大了，不容易被冻坏。看看这边的这一棵也是，上边还是有好多的花的，应该能结不少的桃子。这个区域还是非常适合种这种水蜜桃的品种的。现在菜园里边的果树主要就是杏树开花了，然后桃树呢正在开花，像苹果树现在才刚刚冒出芽子来。
柿子树目前还没有什么动静，一般像枣树、柿子树发芽的时间都是比较晚的。看这一片越冬过来的香菜，现在都已经长这么高了，前一阵子还是红红的叶子，矮矮的趴在地上，天气一暖和，一下就长起来了。后边绿油油的一片，左手边是黑麦，右手边是覆盖作物，都是去年越冬过来的。中间的位置我又种了一大排的果树，是把这些覆盖作物给它清理掉一部分之后，挖出一个个树坑。今年春天的时候给它移栽过来的这些小的果树苗，又种了一些新品种的柿子、李子，还有杏李，还有桃树。这还有新种的亚洲梨，看起来也活了，开始发芽了。还种了一棵大五棱山楂。来到这边呢，又不得不感慨一下，这黑麦呀，生长速度真是太快了，这不知不觉中已经高度超过我的膝盖了。旁边呢还有一些冬豌豆，看看这些，如果把豌豆尖采下来，还是挺嫩的。这羽衣甘蓝，其实叶子揪下来给切一切，切碎做馅儿，也还是挺香的。这是亚洲梨树，叶子已经长出来了。这棵大桃树是黄桃的品种，这种黄桃呢，开花要比我家里的蟠桃还有水蜜桃要早了很多。它是开花的时候刚好是杏花开花的时候，通常的桃树呢都是要比杏树要晚一些开花的，但是这棵黄桃呢开的真是挺早的。我其实也是有点担心，它上边好多的花都已经被冻伤冻坏了。不过仔细看了看，倒是没有明显的冻伤的感觉，不像刚才的杏树的那些杏花那样。所以后边再等等吧，看看后边能不能长出小桃来。不过这棵树呢还是挺大的，也开了不少的花，即使被冻掉一部分呢，那也是无所谓的，剩下的也足够我们吃了。而且将来疏果的时候，其实本来也要疏掉好多的。这棵油桃树是去年被鹿给我啃的最严重的一棵了，本来是3主枝的，有2个都已经啃得不成样子了。它是伤得太厉害了，而且这整个枝上面也没有多少芽点了，所以我又给它嫁接了2个芽点上去，不知道能不能活下来。这棵是去年春天的时候移栽过来的李子树，现在这些叶子都长出来了，上边还有一些落掉的花的痕迹。当然它今年开的花实在是有点太少了，另外就是这种李子树他说的是异花授粉的，所以这些花最后也不一定能变成果子。另外这棵是打算和它相互授粉的李子树，当时买来的李子小苗实在是太小了，现在才长这么大，估计明年也不一定开得了花。所以有时候想想呢，还是在苗圃买那些比较大的苗会好一些，栽下来之后第2年可能就能开花结果了。尤其是像这种李子树，如果是太小的苗，比如说1年苗，那要等好多年它才能开始开花结果。这片地里面呢还剩下了好多越冬的葱，去年的葱我是拔下了多一半，就是左手边，然后右手边的这一些是给它留下来过冬的。看看现在都已经返青，上边开始结花骨朵了，马上就要结种子了。不过因为这片地呢，我还是需要给它收拾出来，所以这些葱我就不打算保留了，找个时间给它们拔出来，然后这块地可以把草除一除，回头可以种别的东西。这就是我目前菜园的大体状况了。